九二一型人就是他不喜欢别人教他，他觉得别人教他就是瞧不起他。例如说这样，他有受过一些创伤，或者别人教他呢，他就让他想起那个对他很不好的老师，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情绪、这个创伤呢，就投射到相对应的人身上。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喽。这次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谈到的是呢心理学的科普这个是要做的心理学科普呢，是在精神分析学派里面常常用到了2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投射，另外一个是投射性认同。这2个东西呢，听起来大家应该都还蛮陌生的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东西，借由谈到这些概念，能够呢帮助我们做自我觉察。如果我们发现呢，我们正在做投射，或者是陷入了投射性认同里面的时候呢，如果有警觉，我们就比较能够呢跳出来，重新再审视这个事情到底本来是什么样子比较能够看得到真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一组的这个概念呢，应该要详细的来跟各位说明首先呢，我们先来谈到的是投射什么叫做投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投影机我们投影机呢，是不是会发出一束光，然后呢打在荧幕上，那荧幕上就出现了那个画面。那荧幕本身是白的可是呢，我们投射上面的画面呢，就让它变得不是白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呢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投射出来的画面，并没有看到白色的荧幕。我们投射上去的东西呢，事实上呢是投影机所供应的，投影机所发射出来的，并不是呢荧幕本身。同理我们呢也会有心理上的投射。我们会把我们固定的成见，或者是情绪，或者是创伤，或者是某一种潜意识的印象，把它投到了某些人事物的上面，然后呢我们就看不到那件事情的本身了，我们只看得到我们内在所投射出来的那个影像。一旦陷入投射而不自知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呢发生很多的误解的。我们就来看看呢投射有哪些种类第一种呢是认知的投射。什么叫做认知的投射？譬如说我们呢有某一种认知，因为这种某种认知呢，我们呢就把这个认知呢，就是所谓的成见放到别人身上只要符合某一种特征，那我们就会认为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它投上去，把它补完，把我们用旧有的概念、旧有的认知呢，就把它补上去了，然后形成了我们认为这个人也是那个样。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例如说我们呢，因为常常听到的说外国人都不存钱因为他们福利很好，所以他们不用存很多钱，他们呢有多少就花多少。真的外国人都是不存钱的吗？东方人比较愿意储蓄吗？其实不是所有的东方人都是会存钱的，对不对？也同样的，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不会存钱。我们还是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对方，而不是呢一开始心里面就把这个印象这种想法呢就投到了外国人身上。我们只要看到外国人就觉得这个人应该都不存钱的，其实呢也是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啦第一种投射呢是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是成见。在第二种呢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情绪上的投射。什么叫做情绪上的投射呢？比如说啦，有一个人呢，他是心里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他觉得自己不好，所以呢他会觉得呢别人都瞧不起他。可是也许大家也没有特别瞧不起他，但是呢他可能呢就很容易呢觉得人家讲了某一些无意的话，他就觉得很受伤，因为他觉得别人看不起他，因为他自己心里先瞧不起自己，所以他把这个感觉呢投射到对方身上，变成外面的人来瞧不起自己，其实是他自己瞧不起自己，然后呢就防卫性就很高，或者是很容易被别人讲几句话心里就很不爽。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有一点难相处了那原因呢是真的大家都对他不友善吗？不是，是因为他自己先瞧不起自己，他总觉得别人瞧不起他所引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必须要做觉察的。再来呢，第三种呢是所谓的创伤创伤的意思是说，你曾经有某种经验让你非常受伤，所以你碰到了类似的经验或类似的人、类似的事、类似的物，你就会引起相同的反应，然后呢你就会把过去的那件事受伤的情绪投射到现在的人的身上。譬如说呢，你曾经是被老师所伤害过譬如说他嘲笑你啦，或者是说他讲的让你非常难受的话，或者是他有霸凌你啦从此呢你就觉得老师都是来找麻烦的，你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创伤跟情绪和印象。
然后呢，你只要碰到呢，类似有一点点碰到呢，这个人呢有那种老师的味道，譬如说他就来教你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呢，他可能要告诉你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姿态呢，可能比较像是上对下的教导的时候，你就会很不爽，你就不想听，你就会很强烈的反抗，因为你就觉得别人都是跟以前霸凌你的老师一样，都是来霸凌你的。因为呢，他可能站的位置，他所处的一个角度呢，比较像是老师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认为呢，他跟你以前让你受伤的那个老师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会有莫名的就产生敌意啦、抗拒啦，或者是你就觉得就听不下去啊。这种呢，就是所谓有权威议题的人。权威议题的人就是他不喜欢别人教他。他觉得别人教他就是瞧不起他，例如说这样，他有受过一些创伤，或者别人教他呢，他就让他想起那个对他很不好的老师，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情绪、这个创伤呢，就投射到相对应的人身上，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呢曾经呢被某个渣男呢抛弃，然后呢，你可能呢看到一个人呢跟他长得有点像。然后呢，你就会下意识的升起一种厌恶，就觉得这个人就是那个抛弃我的大烂人，所以你就对他很不客气。可是你事实上没有跟他相处过，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本来是什么样子。你可能觉得他的那个气质，或者他讲话的某个样子，或者他穿衣服的习惯，跟那个人有点像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这个人一定也是个渣男，这样子呢就是一种投射这个我就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去健身房运动嘛，那健身房运动不是要换衣服嘛，我们在换衣服的地方呢，就听到一个年纪还蛮大的一个长辈在跟另外一个长辈在交谈，因为他是退休了嘛，就常常到健身房去运动然后呢他提到说他常常看到一个年轻人他看了让他很不顺眼，因为他说他每天都看到他说年轻人怎么可以每天都出现在健身房里面？他没有事情要做嘛，这个一定是好吃懒做没有工作，没有事情做，而且呢还留了胡子，就是家里死人才留胡子留什么胡子那当时他讲的时候就很有情绪了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一个很烂的人他不工作啦，然后留一个胡子啦，这个一定给家里带衰啦什么的，就在讲那些话，我就想说，哇，他怎么内心戏这么多可能晚上工作的人，那白天来健身房运动也是可能有人可能只做夜班，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他就开始想象那个人是没有工作，然后好吃懒做，然后呢留一个胡子呢，他给家里带衰，然后讲得很难听。可是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跟他讲过半句话，他就可以脑补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呢，投射其实就是一种脑补第四种呢，就是所谓的阴影投射。什么叫阴影投射呢？就是所谓的阴影的意思呢，这是荣格学派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心理阴影什么呢？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心理阴影譬如说我一直不想面对呢，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或者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无能为力的。他就会把这个阴影呢投射到外面去，归因到外面去都是你们这样做我才没办法怎么样。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就是他不想面对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或者某些无能，或者某些遗憾，他就把原因归因到外面去，投射到外面去，都是别人的错。因为别人这样，因为别人那样，所以我才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怎么样。应该常常听到就是呢，常常把这个东西投射到外在，让外在来承担他不想面对自己的失败或者错误，或者是无能，想象是外面的压迫造成他的无法伸展，不是他自己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因为他不想面对这个东西，所以都是其他人的错，他自己就没错了。这也是一种投射我们在投射的时候，如果能够发现我们正在投射，我们就能够呢跳出来省思一下，我刚刚这样的印象是不是没来由的，或者是不符合现实的？我跟这个人也没讲过话，我怎么会就很讨厌他呢？我怎么脑补了这么多东西？我又不是真正的知道他怎么样，我们都只是用猜的、用想的、脑补的。就像那个健身房那老先生，我就觉得哇，他脑补能力好强，他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他不喜欢自己无所事事，所以他也就不喜欢那个年轻人，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投射在他身上，然后呢，把那个怒意或恨意就发在那个人身上。那人真的很衰他只是来运动，然后呢也没跟他讲多半句话，就被他骂了半死，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投射。好，那
再来呢，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投射性认同。什么叫做投射性认同呢？当 A 呢对 B 做了投射的时候， B 呢无意识或者潜意识认同了对方的投射，然后去扮演了一个相对的角色。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哦。好，讲简单一点哈，我们讲个例子呢，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哈。有一个人呢，他跟他的爸爸关系非常的不好，他觉得爸爸管东管西，然后呢，他们的关系之间很紧张。有一天呢，这个人呢，他碰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长得有点像他的爸爸，或者讲话的语气有点像他的爸爸，他就呢开始呢觉得这个人呢就跟我老爸是一模一样的，一定是这样那样，一定是爱管教啦，对我很多的要求啦，对我很苛刻啦什么的，他就把这些他对他爸爸的那些恨意或者想象，或者是那些不愉快的情绪呢，全部一股脑儿就丢到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被丢到身上以后呢，他下意识呢就被触发了一个东西，就是投射性认同，他就认同了这个投射，所以他也开始呢反应会有点像他的爸爸，然后我们就更想说教，或更想要压制他，或者有更高的姿态要做什么样的反应，这刚刚好呢就更符合原先当初呢讨厌这个爸爸的这个人呢对于爸爸的印象，好像在潜意识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就开始演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吵架，莫名其妙就吵起来。在亲密关系里面最常出现这个事情，譬如说男生常常抱怨女朋友很唠叨，很像他妈，念，烦死了。好，我已经有一个妈了，还有第二个妈，真是讨厌的要命。好，整天念东念西的，怎么那么烦？我们就把她当作妈来投射了。所以呢，女友就下意识就接受到这个讯息，就觉得你在排斥我念你，她就更像一个妈来念你。然后呢，我们就演起来，然后就吵架。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不管男生或女生，如果你在念你的老公的时候然后呢，你的老公呢开始呢就有一个敷衍的态度，好啦，我知道啦然后呢，你就开始更生气的，就去更用力的念他，然后他就开始更躲起来，更不想理你，然后呢，你又念得更大声，最后呢，你的老公就发脾气了，那我们就吵起来这就是一种投射性认同因为你在念他，只能刚开始只是一种提醒而已，可是呢，你的老公可能就做了一个投射，把你投射成他妈，所以他就觉得很烦，他就想要敷衍你，因为他平时就是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妈妈的，他就敷衍他妈妈，话从这边进去，从这边出来然后你更生气又更骂，真的变他妈了，就开始念起来，越念越多，你认同他的投射嘛，你产生了投射性认同，他就越确认你是跟他妈一模一样，他又投射了更多有关于他妈的一些反应，然后呢，你就下意识接受到的东西又把它回馈过去然后就吵起来，就很像他跟他妈吵起来一样。如果呢，我们发现呢，在互动当中呢，是有陷入投射性认同，我们在随口提醒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激起了我生气的模式是正常的吗？我是不是陷入一种投射性认同，开始扮演他的妈妈了？如果你有一个觉察，那我开始转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再用妈妈的方式来念他，你可能用俏皮的方式，用撒娇的，或者是转个身，不再去说道理了。这个演起来呢，你也可以是一个投射者，觉察说，我陷入一个投射性认同的剧本当中了。还有一个是接受到人家的投射，产生投射性认同的人，自己觉察说，我好像陷入了某一种剧本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呢，我们脱离这个剧本再去看，想办法呢，换一个方式呢来沟通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反而比较容易沟通。因为呢，如果卡在一个旧的，而且是一个不良沟通的一个方式的脚本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常常会产生一个沟通上的一个障碍或死结，就打死结在那边，没有办法继续沟通下去。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警觉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呢主要的就是来讲到这两个东西咯。第一个就是投射，第二个是投射性认同。这个东西呢，是属于精神学派的一个专有的名词的一个概念介绍给各位然后希望各位朋友呢在听到这个东西以后，可以慢慢的觉察到我们自己给别人的投射，以及别人投射我们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对应的投射性认同。我们如果都有一个觉察的时候，你发现你开始呢，心灵会越来越自由。然后呢，越来越能够去 touch 到真相，而不是只是听我们想听的，看我们想看的，
想我们能够想的，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而已哈。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真相，我们只能蒙蔽在自己的投射当中，或者莫名其妙的就进到别人的戏剧当中啊，这都是很无意识的哈。对自己下功夫的人呢，是应该要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觉知，越来越自由。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内容呢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如果想要得到影片的通知，请按小铃铛。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